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与您相约，只为跟您道一声晚安。今年双11卖的最好的品牌是哪个？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答案是优衣库。这个出身日本的平民品牌，如今在18个国家拥有总计超过2000个门店，俨然要掀起一股优衣库男孩女孩的时尚旋风。而他占领的也不再仅仅是吃土学生的衣柜。巴黎时装周的一份调查显示，74%的时尚界名流人士也青睐这个品牌。Model Katy 形容说，我想要又经典又现代的风格，每一件衣服都符合潮流，同时又能自然融入日常生活。以优衣库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偷偷崛起，为什么它不再等于土穷，反而一跃成为了一种生活宣言了呢？优衣库诞生伊始是为了囊中羞涩的学生党和上班族出的一道送分题，基本款为主，便宜又好穿，不挑人。而渐渐人们发现，除了精打细算的月光女孩，越来越多能负担得起高级时装的有钱人也开始宠幸优衣库了。曾有网友分享说，结账的时候遇到一个中年大叔，拎了满满一筐同款不同色的 T 恤，店员打出的账单长的拖到了地上，最后需要支付的数字完全比肩一线的大牌产品。网友评论说，要是能有那么多钱，谁还去优衣库啊？但不得不说，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有人做了一个小游戏，帮比尔盖茨花光他的钱。你可以选择购买汉堡包、劳力士、游艇，甚至一支 NBA 球队，来试图花光比尔盖茨900亿美元的资产。然而，哪怕是100个 LV 买下来，人家的资产都不会少个零。我们常说，等我们有钱了，我要买最贵的衣服，住最豪华的酒店，吃最高级的米其林餐厅。然而现实当中，有钱往往让人意外的清心寡欲。比尔盖茨不会去买100个 LV， 他身边的部门总管嫌弃上班堵车，买了豪车每天挤地铁。再回头看看我身边收入最高的那几个精英，清华名校毕业前辈用毕生所学为相差不到200块的活动做满减功课，熬夜做项目月入15万的外所律师凌晨不忘抢一件打折的 MUJI。 这不免让人怀疑，人们的欲望是不是回流了？在学者大前研一的笔下，邻国日本正进入低欲望社会。年轻人对于买车买房几乎没有兴趣，一日3餐从简，宅文化盛行，不婚不生不买房，失去干劲。不景气的经济迫使他们不敢有梦想。是不是只要我的欲望少一点，就可以显得自己没有那么 loser？ 但我发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优衣库女孩并不是生活所迫型的极简主义者。曾认识一位学姐，提前修满学分，在校期间就拉资投创业。同龄人刚毕业四处面试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如愿以偿创立了自己的女性内衣品牌。但熟悉她的朋友都说，每到假日，她就踩着帆布鞋，穿着纯色的 T 恤，和朋友打卡地图上标记的旅行地点，或是穿着性冷淡风格的家居服，窝在家里沙发里听着订阅的网络课程。优衣库女孩不是失去了欲望，而是看清了自己的欲望不在此处。200块的衣服和1万块的衣服穿在身上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，何况他们希望出现在别人面前被注意到的是能力、眼界，而不是衣服和包包上的名牌。所以说，哪有什么低欲望，只是大家的消费更理性了。优衣库女孩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是对消费欲望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想投资太多资源在穿着打扮上，而更愿意去追求丰富的精神。
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终于步入了第4消费社会，不再追求单调的数字上升，也不再追求和别人一样的为大牌所代表的幸福感，而是去享受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。幸福终于超越了物质，我们开始更深刻地了解自己，更理性地看待生活了。日本美学专家松浦弥太郎上世纪70、80年代曾赴美国，看到流行的时尚杂志上都是半旧不新的 T 恤，配上简简单单的牛仔裤和帆布鞋。而当时经济尚在发展的日本，却正在流行造型繁复的大牌时装。松浦吐槽道，原来穿特别华丽、特别扎眼的衣服，反而会给人一种发展中的感觉。太过用力的想要用时装这个符号挤进高端人士，往往有弄巧成拙的危险。而第4消费时代里，把那些轻松与自己相处、穿着简约克式米尔式毛衫的优衣库女孩划分为金阶层，因为她们体现出女性的自我主张。自我主张正是我想强调的点，是在对自己的欲望有充分的了解、认识之后，做出符合真需求的选择，而不是在广告和促销的轰炸下做出无意识的购买行为。18岁时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购物狂，那时我想拥有一部内存够大、不用总是删照片的手机，一台能塞进我背包里的轻薄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件在国贸橱窗里闪着亮片的小礼裙。如果能够穿越回去，我希望有人告诉我，别着急，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有的，甚至你在未来并不想要它们。其实优衣库女孩只是年轻人欲望回流的一个缩影，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对其他消费观的全盘否认。那些28岁能满足自己18岁梦想的人，自然有资格为自己感到骄傲。它出现的真正意义，在于看似单行道的生活理念上，给了我们另一个可行性。奋斗满足欲望固然令人身心舒畅，但若是选择与自己膨胀的物欲和解，与自己轻松相处，不买高贵符号，不盲目追求档次，就更加难得。正如董卿在最近央视主持人大赛中指出，低级的欲望通过放纵就可获得，高级的欲望通过自律方可获得，顶级的欲望通过煎熬才可获得。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·富兰克林曾经分享过自己童年时的故事。7岁的时候，他不知情地用4倍的价格买下了自己非常想要的一个哨子，但在知道真相之后，他沉浸在后悔和愤怒之中，完全无法感受到哨子带来的快乐。从此，每当他想要为不必要的事情付出过高的代价的时候，他就会问自己，为了这个哨子，是不是得不偿失了？越来越多的优衣库男孩、优衣库女孩，其实就是在拒绝购买这些昂贵的哨子。在单个品牌现象外，它代表一种更理性的生活方式。看似低欲望的外表下，是对自己需求和价值的更深刻的了解。他们在消费层面解决了困扰人类已久的3大哲学问题：我真正的欲望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有这种欲望？这种欲望应不应该花费资源去满足它？换句话说，他们可以不买优衣库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放下对消费主义的执念后，他们终于能够以最舒适轻松的心态对待整个人生了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守候